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 从2015年习近平定了全面脱贫的目标之后，脱贫这两个字中国一直都在提。伴随着2021年的新年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在一片欢呼声中，中国进入了新的一年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这个时代被称为后脱贫时代。在这个脱贫后的新时代，不管贫困有没有，反正至少贫困这两个字没有了。总书记说，脱贫是一场战争。那么既然是战争，就会死人吗？所以在这场战争中，中方死亡1800多人，但是依然取得了全面胜利。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，但是显然胜利不会属于他们了。2月25日，中国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全国脱贫表彰大会，并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电视直播。习近平在表彰大会上说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，并称中国脱贫创造了人间奇迹。我认为习近平说的是对的。为什么说中国脱贫是奇迹呢？因为从此之后，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中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没有贫困人口了。中国是独树一帜，这不只是奇迹，更是奇葩。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只要有富人，那就会有穷人，有穷才有富，有坏才有好，有丑才有美。如果说没有人长得丑，我们每个人都长得很好看，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好看呢？所以理论上来讲，消除贫困就不可能。拿英国来讲，英国将收入低于中位数 60% 以下者定为相对贫困人口。这些人在除了享受一般的公民待遇之外，还有多种政府的福利，如失业津贴、政府公屋或者住房补贴、养老金补贴、育儿补贴、残疾补贴等等。美国也是用差不多的标准来定义贫困人口的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发达，贫困人口都一定存在。所以中国把贫困人口清零这件事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来看就是个笑话。不过中国有些人却在欢呼，美国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，而中国已经脱贫了。那么中国又赢了吗？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，在2019年，美国有贫困人口3400万，占人口总数的 10.5%， 而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清零。这当然是因为两国对贫困的标准不一样。我们先不说中国实际上有没有达到标准，即便中国的脱贫都达标，但这个标准也是惨不忍睹的。对贫困的定义是有国际标准的，世界银行把贫困分为3个等级，一般贫困为收入低于 5.5 美元一天，中度贫困为收入低于 3.2 美元一天，极度贫困为收入低于 1.9 美元一天，也称为绝对贫困。 1.9 美元一天，也就是折算成1年4500人民币。而中国脱贫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比世界银行3个标准里面最低的还要低，为1年4000元人民币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中国人脱贫了，这些脱贫的人还是生活在世界标准的绝对贫困线以下，而且中国连这样的标准其实都没有达到。有多地被爆料扶贫作假、强制脱贫等等。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只是个别现象，可是对于贫困山区的很多人来讲，交通不便、物产匮乏，维持生活都很艰难，除非进城打工，否则1年收入4000块根本不可能。如果又是老弱病残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所以中国又搞了另一个标准，叫吃穿不愁，住房不愁。可是什么叫不愁呢？顿顿山珍海味叫不愁，啃馒头就西北风也可以说叫不愁。这样很模糊的标准就很容易操作。那么只要人没死，就可以说不愁。这样什么人都能脱贫了，不死的都脱贫了，死了也脱贫了。制定这样的标准就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，不然如果收入1年4000元，在贫困地区绝对能保证有吃有穿了，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标准是什么？为什么美国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口呢？美国的标准有更多的针对性，考虑年龄和家庭组成，不像中国那样一刀切。以最新的2020年的数据来看，对于一个人来讲，65岁以下，年收入低于13465美元就属于贫困，这折合成人民币87500元。
是中国标准的20多倍，每天36美元，也远远高于世界银行的1.9美元的标准。而且对于有孩子的家庭，标准会再提高。比如对于有3个孩子的一对夫妻来讲，如果没有孩子，2人收入1万多美元就能摆脱贫困了。但是有了3个孩子，夫妻就需要收入3万多美元。所以孩子越多，就越容易达到贫困家庭的标准，从而可以申请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社会福利。而中国现在脱贫了，原本能享受的那么一丁点的社会福利也没有了。中国大张旗鼓的高调脱贫，我认为主要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，在这2届将近10年的任期内，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炫耀的政绩。习近平自上任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长历史最低，发生了中美贸易战、香港抗议，还有各种天灾人祸。在习近平2届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刻，特别需要一件能炫耀的大事为自己站台，甚至可以为谋求连任造势。第二个原因，中国政府正在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。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，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缺钱，养老金和社保都有巨大的缺口，所以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延迟退休，预计会延迟5年，让人民多做5年工，同时养老金少拿5年，一举两得。而扶贫也是政府的一大开支，中国脱贫后，扶贫的支出必然就省了下来。贫困明明还在，中国却说脱贫了，让我想起以前明明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，中国政府却说没人饿死，这真是细思极恐的事情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视频，我们从历史到现在全面揭穿了中国茅台这个号称国酒的骗局。首先呢，最多网友评论的是关于茅台包装瓶，很多人都说不好看，有的说像厕所的清洁剂，还有的说像农药瓶。网友 Irexic、 陈友亮、 Russell Shining 和 David 都提到了正宗的茅台在大陆沦陷的时候跟国军撤退到台湾了。我查阅了相关资料，当时在中华民国，茅台酒就是国宴用酒，大陆沦陷撤退台湾的时候，茅台当然也在撤退名单。当时负责保护茅台的是有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古正伦将军。为了能完美的在台湾复原茅台，当时把酿酒师、酿酒配方、多年的陈酿、酒曲、制曲设备、容器、种子，甚至把当地的植物、土壤都带走了。到达台湾之后，酿酒大师开始了艰辛的酒坊选址历程。台湾岛和贵州纬度相近，在考虑地形地貌、海拔、温度、土壤、降雨等各个方面之后，历时7年，最终选定在了台中的一处环山谷地，将从茅台镇带来的微生物群在此繁殖培育，从此台湾的玉山茅台酒就此诞生。关于茅台酒宣称少女采区，实际则为大妈。网友汪 Samson 说，少女数十年来一日复一日的采着采着，难道就不会变老吗？而且这些资深少女的脚板经年累月的采，就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啊，说不定资深少女的脚板才是茅台的价值所在。网友说得好，换个角度来看，大妈也就是资深少女。多谢网友安慰那些已经喝过茅台的人。网友 Edric 叶说，古巴雪茄也是号称在妙龄少女的雪白大腿上卷起烟叶的，所以古巴雪茄的味道是如此有别于其他雪茄。一个共产国家吹嘘雪茄，一个共产国家吹嘘茅台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